有没有发现，有些明星同框，哪怕只是站在一起，也能让网友瞬间开始疯狂截图？而宋威龙和赵今麦显然就是这种非常特殊的组合。明明两个人没有公开宣布任何恋爱关系，明明很多互动都可以解释为宣传期的自然交流，可每一次再次同框，网友还是会忍不住发出同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氛围感总是这么不一样？最近，宋威龙和赵今麦再次因为同框互动引发讨论，尤其是在相关活动和公开场合中，两个人之间那种自然的眼神交流、接梗方式，以及熟悉之后越来越放松的状态，再次让龙麦 CP 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有人说这就是所谓的售后感，也有人说真正让人上头的根本不是某一个特别夸张的动作，而是他们相处时那种不用刻意制造却很容易被镜头捕捉到的默契。那么问题来了，宋威龙和赵今麦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让观众磕到？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聊一聊这对因为骄阳似我而被大家熟知的搭档，为什么直到剧集播出一段时间之后，只要再次同框，依然能够制造这么大的讨论度。第一点就是他们的反差感。如果只看宋威龙个人状态，他给很多观众的第一印象通常是高冷、帅气，话不算特别多，而且身上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距离感。但当他和赵今麦站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状态似乎会发生变化。过去在节目、直播和活动中，两个人经常会互相接梗，比如赵今麦吐槽宋威龙又耍帅了，宋威龙却能够非常自然地接一句那咋了，听起来只是一句简单的斗嘴，但恰恰就是这种没有那么正式的互动，让很多观众觉得他们不像是在完成一段标准的宣传流程，而更像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只有彼此比较熟悉之后才能接得上的相处节奏。更有意思的是，宋威龙有时候会突然进入自恋模式，赵今麦却完全不会顺着他，而是直接吐槽。一个负责耍帅，一个负责拆台，一个突然搞怪，一个立刻接住。这种一来一回反而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喜剧效果。第二点是他们的熟悉感，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两个人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并不是一上来就拥有现在这种轻松状态。在拍摄《骄阳似我》的过程中，两个人从相对陌生到逐渐熟悉，再到后来能够自然互相开玩笑，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而在剧集宣传阶段，他们又经历了直播、综艺、采访以及各种公开活动。换句话说，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次偶然形成的默契，而是经过大量相处之后慢慢建立起来的熟悉感。所以现在再看到他们同框，网友才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他们已经很熟了的感觉。尤其是在综艺节目里，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当两个人一起玩游戏的时候，经常不需要太多解释，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句剧里的台词，就能够让对方迅速反应。这种默契对于观众来说非常有杀伤力，因为大家喜欢看的并不是两个人刻意表现得多么亲密，而是他们有没有真正进入一种舒服的相处状态。第三点就是身高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宋威龙和赵今麦站在一起的时候，视觉比例非常明显，一个高挑挺拔，一个娇小灵动。当两个人一起走红毯，站在舞台或者面对镜头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非常强的画面感。这种画面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后期，只要两个人同时出现在镜头里，网友就很容易自动打开偶像剧滤镜。特别是在一些活动现场，两个人一个低头，一个抬头，或者只是非常普通的站在一起，都会因为身高差和整体气质形成很强的视觉层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说，他们的 CP 感不是靠滤镜堆出来的，而是属于那种同框就有画面的类型。当然， CP 感和现实关系是两回事，这一点必须说清楚。目前公开信息能够证明的是，两个人因为骄阳似我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且在宣传和公开活动中有过不少互动。至于现实生活中的私人感情，我们不能仅凭几个眼神、几个动作就直接下结论。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完全可以讨论他们为什么在镜头前这么有化学反应。第4点就是他们的互动越来越有反差萌。宋威龙在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帅、比较酷，可是和赵今麦互动的时候，他偶尔会突然变得非常幼稚。赵今麦则刚好相反，他在镜头前通常显得比较稳定，面对宋威龙突然抛出来的梗，也经常能够快速回应，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宋威龙负责制造意外，赵今麦负责精准接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会让观众觉得他们之间特别舒服。尤其是在一些轻松的综艺环节，两个人并不是每一次都要制造所谓的高甜名场面，有时候只是互相吐槽，甚至互相拆台，都能够让观众笑出来。而这恰恰是很多观众喜欢他们的原因。因为真正让人觉得甜的，有时候不是牵手，也不是拥抱，而是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另一个人马上就知道应该怎么回应。第5点是他们身上的角色滤镜仍然没有完全消失。骄阳似我播出之后，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剧中的人物关系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情感张力，因此当观众再次看到两个人本人同框时，很容易把剧中的记忆带回现实画面。尤其是一些类似的动作、眼神或者台词，很容易触发观众的剧情回忆。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角色余温。一部剧结束了，但是角色之间的情绪并不会立刻从观众脑海里消失。所以当演员再次同框的时候，大家自然会产生一种林宇森和聂曦光又回来了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次新的同框都可能成为新的讨论素材。第6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的甜其实更多来自自然，而不是刻意。现在娱乐圈的宣传方式越来越成熟，明星同框、互动、采访、综艺游戏都可能成为宣传的一部分。所以观众真正敏感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两个人的互动太刻意，观众很容易感觉出来。但是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聊天，互相吐槽、自然对视或者顺手帮忙，反而更容易被网友放大。宋威龙和赵今麦过去一些出圈瞬间就是这种类型，比如直播里互相接话，综艺里互相拆台，游戏中快速理解对方的意思，再比如活动现场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这些事情本身都不算什么惊天大事，可问题就在于所有细节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完整的氛围。这也是为什么网友会说他们的糖不是一颗一颗出现，而是会连成一整串。而最近再次同框之后，这种讨论又被重新点燃。有人重新翻出以前的综艺片段，有人开始回顾两个人合作期间的花絮，还有人直接感叹骄阳似我都已经播出这么久了，为什么他们的 CP 感还是没有消失？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观众真正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名场面，而是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他们在镜头前慢慢放松下来的状态，也是那种从一开始的客气到后来可以互相吐槽、互相接梗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我看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参与感，所以当他们再次同框的时候，网友才会特别容易激动。当然，网络上关于两个人关系的各种猜测也越来越多。有人觉得这是演员之间的默契，有人认为这是宣传留下来的 CP 滤镜，也有人单纯喜欢他们站在一起的画面。其实这些观点并不冲突，因为 CP 感本来就是一种观众感受，它可以来自角色，也可以来自演员之间的默契，还可以来自镜头语言和整体气质。但 CP 感并不等于现实恋情，这也是我们在讨论明星关系时应该保持的边界。
与其急着给两个人贴上恋爱或者官宣的标签，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真正公开呈现出来的互动上。你会发现，这对组合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们没有必要每一次都制造所谓的大糖。有时候只是一句话，有时候只是一个笑，甚至只是两个人站在同一个画面里，网友就已经开始疯狂截图。而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骄阳似我给观众留下的情感记忆到底有多深。所以这一次再次同框，真正让网友激动的，也许并不是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那个曾经让大家在剧里心动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现实镜头里。一个还是那个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宋威龙，一个还是那个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的赵今麦。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观众脑海里的剧情、花絮、综艺和直播片段会在这一瞬间全部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所谓的 CP 记忆，也是为什么有些搭档即使合作结束很久，只要再次同框，依然能够迅速引发讨论。至于未来两个人还会不会再次合作，现在谁都无法确定。但从目前的讨论度来看，网友对于他们二次合作的期待显然一直存在。甚至每一次出现新的同框画面，评论区都会有人再次喊话，希望两个人能够再次搭档。这其实也是演员和角色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之后最直接的一种反馈。所以宋威龙和赵今麦到底甜不甜？如果你问的是现实感情，那我们没有足够公开证据去下结论。但如果你问的是镜头前的 CP 氛围感，那答案恐怕已经非常明显。他们的同框确实很容易让人上头，一个眼神可以被截图，一句斗嘴可以被反复播放，一次简单的互动也可以让观众重新回到骄阳似我的世界。而这可能就是他们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一定要发生什么，而是什么都不用发生，只要两个人再次站到一起，网友就已经开始说，这糖也太甜了吧。那么你觉得呢？你认为宋威龙和赵今麦的 CP 感主要来自角色滤镜，还是来自他们现实中的自然默契？如果未来真的有机会二搭，你会期待他们再次合作吗？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也喜欢华语娱乐圈明星故事、影视剧幕后趣闻以及最新同框话题，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感谢大家一直看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有意思的娱乐圈故事。